刚搬来这里时，我就注意到了楼下的地下室，那黑漆漆的楼梯透露着阴冷，仿佛里面藏着什么可怕的东西。但房东却让我不要在意，可住的时间越长，我越感觉不对。地下室里经常发出诡异的声响，那声音听起来断断续续的，好像是在哭，又好像在唱歌。每次听到我都感到一阵心慌，甚至路过楼梯口的时候，我的心里都会咯噔一下。可在我的追问下，房东却警告我千万别下去。面对他的答复，我感到十分费解。地下室里到底有什么？这诡异的气氛总是让我感到隐隐不安。不过好在对门是个温柔的老婆婆，她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我一份，每天上班也会和我打招呼。但好景不长，我终究还是撞见了诡异的事。那天我因为公司加班回家晚了些，然而就在我刚走到楼门口的时候，我忽然发现对面的赵奶奶正面无血色的一步一步向着地下室走去。她缓慢地消失在了地下室的转角，紧接着那诡异的歌声就响了起来。我吓得根本不敢呼吸。赵奶奶这是怎么了？我赶紧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刚好凌晨12点。这可怎么办？我回忆起赵奶奶平日对我的关照，她就像是我的亲奶奶一样。我咬了咬牙，还是颤抖着走了下去。楼道一片漆黑，我只能打着手电慢慢走，墙壁污秽不堪，而且越往下走越感觉冷。发霉的味道和潮湿的空气混合在一起，显得地下室更加恐怖。那一层短短的路，我好像走了很久很久，每一次挪动脚步我都提心吊胆。终于我来到地下室的门口，可那诡异的歌声还在继续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有一扇门的门缝里露出一丝微弱的光。我轻轻地推动了房门。赵奶奶，你在里边吗？我有些胆怯地询问着。房间里正亮着一盏昏暗的灯泡，门口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老式的收音机，正放着戏曲。我有些局促地走进屋内，眼前的沙发上坐着2个人，他们背对着我，看不清面容，不过通过轮廓还是能看到，其中一个人正是赵奶奶。我绕过沙发走到侧边，发现赵奶奶目光呆滞，嘴里好像念叨着什么。赵奶奶，我有些紧张地呼喊了她一声。只见赵奶奶抬起头，露出了一个笑脸。我松了口气，主动地靠了过去。可走近之后，眼前的一幕让我汗毛倒立。赵奶奶身边竟然坐着一个人偶，我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双腿不停地打颤。微弱的灯光照在赵奶奶的脸上，枯槁的面容透露着一丝凄凉。吓到你了吧，孩子？看到我惊慌的样子，她转过头看了看身边的人偶。这个呀，就是我的老伴儿，只不过他3个月前走了。赵奶奶眼里带着泪珠，慢悠悠地给我讲述着。原来前段时间赵奶奶的老伴走了，子女也不在身边，这个家里只剩她自己了。而她也患有严重的静脉硬化，每天晚上都会被疼醒。以往都有老伴给她按摩缓解，可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人在她身边了。她只能在地下室里放着她老伴最喜欢的戏曲，假装她一直还在。赵奶奶笨拙地擦着眼泪。那以后你再不舒服就来找我好不好？我也可以给你揉一揉。我觉得我的邻居很可怕，因为我每次下班回来的时候，他总会看门盯着我。早上就在我刚反锁好房门时，一阵吱呀的开门声在我身后响起。按常理说，刚好碰到对面的邻居没有什么，而这声音却让我后背发毛。我僵硬地转过身去，透过对面房门的缝隙，看到了一张满是沟壑的脸，空洞的眼神仿佛要将我吞噬，干枯的皮肤像是树木一般紧紧地贴合在面孔上。出门上班啊？一道苍老的声音从门缝处传来，我僵笑着对他点了点头，便赶紧跑下了楼，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是3个月前搬进这栋老式居民楼的，之前跟那个老人家并不认识，可自从我搬进来的第2天起，无论什么时间，他总会开门跟我打声招呼，就算到了深夜也是如此，他就像是伫立在门后时刻监视着我一样。最可怕的是上周，我刚回家时，突然听到楼道里传来一声巨响，我吓了一跳，捏紧了手中的手机，犹豫地探着头朝着楼上望去。只见那个老人家正站在楼梯口，死死盯着我，他的手中捏紧着一把钳子，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，隐约还有一丝血迹从他手中的钳子下渗出。我吓了一跳，浑身汗津津的。楼道的窗户大开着，风吹得呼呼作响。我眼不眨地盯着他手里的钳子，颤抖着声音问他：老大爷，你在做什么？楼道窗户坏了，我想修一下。阴沉的声音响起，老大爷眼睛微眯，皱着眉头的模样，伴随着一阵冷风吹来，我忍不住打了个战栗，慌忙跑回了家。由于前一天晚上并没休息好，我蔫蔫地躺在床上。就在我准备拿起手机点个外卖时，门铃却突然响了起来。我感觉有些奇怪，明明我还没点外卖，
可等我趴在猫眼上看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得连连后退。是那个老大爷，他的手上好像还拿着什么东西，白花花的。我紧张地询问老人有什么事，老人就仿佛听不见一样，一直按着门铃。我翻找出拖把，攥在手中藏到身后，缓缓地打开了房门。只见一盘饺子推到了我的眼前，并告知我这是他自己做的饺子，知道我喜欢吃，便给我准备了一些。我咽了口口水，但还没来得及拒绝，他直接转身走回了自己的屋子。我一脸莫名其妙地把饺子放在了桌上，却突然反应了过来，哪里不对劲。我从没有跟他聊过天，他是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饺子的？我突然想起我每次出门倒垃圾，他从门缝里偷看我的样子，我突然意识到他一定在监视着我。我如鲠在喉，理智告诉我还是少跟他接触一些会比较好。之后的几天，我每次开门关门，包括走路时，都刻意地收敛了声音。从那之后，我便再没有在楼道里遇到过他开门，我松了一口气。直到后面有一天晚上回家，刚好撞见老大爷家的房门大开着，他倚在门口大口地喘着气。大爷，您没事吧？我犹豫着开口，原本有些害怕他的情绪在这一刻也抛之脑后。我看着他面色苍白，状态十分不对劲，赶忙拨打了电话，把老人送进了医院。后来我从居委会的口中得知，老人的儿子因为在国外工作已经很久没回来了，幸亏我把他及时送医，并没有大碍。而之前老人奇怪的举动，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，他自己却不知道，而我正与他孙女的年龄相仿。由于前一天晚上对于吓到我表示歉意，这才特地包了他孙女最爱吃的饺子递给我。听完后，我隐约觉得心里有些难受，忽然觉得他没那么奇怪了，他只是害怕孤单。即使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在逃中，请市民关好门窗，不要外出。泡澡时，手机突然弹出了一条消息。当我还没有消化完这条消息时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我泡在浴缸的身体一僵，我们小区根本没有物业呀。我并没有回复，急忙穿好衣服，谨慎起见，我趴在了猫眼处。门外是一个戴着口罩的保安，正埋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我心中的恐惧逐渐升温，回想起半年前业主们和物业的争执，现在突然上门来检查，这太奇怪了。正在我犹豫时，猫眼外突然一片漆黑，是楼道里的灯熄了吗？但通常情况下，安全出口的绿色指示灯应该还会亮着。这时，一阵微弱却清晰的呼吸声透过门缝传来，刺入我的耳中，让我全身的毛发都竖立了起来。恐怖的认知在我脑海中闪现，这不是楼道的灯坏了，而是有人把脸紧贴在我的猫眼上。我捂着嘴，强忍着惊叫，任由恐惧在心头蔓延。此刻，我不敢有任何大动作，更不能发出任何声响。随后那人又用耳朵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，见我屋内实在没动静，便转身去敲了对面的房门。你好，物业检查门窗。他的声音回荡在空落落的楼梯间。我是501，对面是502，住着一个单身宅男，30来岁，可能是个 IT 工作者或游戏主播。他总是默默无闻，看起来有些社恐，可能跟我一样是个 I 人。保安又敲了几下门，没一会儿，一个穿着睡衣、头发凌乱的男人就开了门。两人在门口说了什么，随后物业就被对面小哥领进了门。砰的一声，房门关上，楼道又恢复了宁静。这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，难道这个保安真的是物业派来的？我翻看着业主群，寻找可能错过的消息，但群里静悄悄的，也没有任何通知，这不禁还是让我感到一阵不安。这时，手机提示有人添加我的好友，是502，消息备注是：你好，我是住在你对面502的，请问晚上有物业去你家检查门窗吗？什么情况？物业刚进他家，他却在问我。我迟疑着，并没有通过好友请求，转而发消息给楼下的401的女大学生，因为之前拿错快递有点小误会，所以我们才加了好友。妹妹，我想问下，今晚有物业上门检查门窗吗？我握着手机，有些紧张地等待着对方的回复。下一秒，手机震动了2下，是401发来的消息。有的，刚检查完不久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看来是被今天的新闻影响，有一点被害妄想症。我苦笑着揉了揉头，眼睛再次扫到手机里的消息。这一眼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面上的钟，10点30，物业进去502将近20分钟了，检查门窗需要这么久吗？我忍不住又给401发了条消息，物业检查门窗大概需要花多长时间呢？大约半小时。简短的5个字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慌。我终于发现哪里不对劲了，颤抖着手翻找着之前的聊天记录。401的妹妹是个表情包控，可这次的2条信息简短干练，不仅没有表情包，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没有。与此同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开门声，我赶紧趴到门口一看，物业的人出来了。他把门关上，在本子上记录了几笔，然后转身离开。紧接着传来电梯开门又关门的声音。我赶紧看了看时间，10点35，物业从进去到出来总共29分钟，和401说的差不多。难不成真是我想多了？楼道的灯再次熄灭，周围陷入一片黑暗。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，确认无异状后，终是松了一口气。
夜晚的小区很安静，只有偶尔的猫叫声。但想到晚上弹出的新闻，我瞌睡全无。我端着牛奶坐在阳台，我记得单元门口是道铁门，出入需刷卡，而且铁门开关的声音很大。可我坐在阳台许久都没听到关门的声音，难道物业的人还没走？据我所知，6楼是没住人的，且就算他从6楼敲一圈门再下到1楼，也花不了多长时间。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出现在我脑海里，那名自称是物业的男子还在我们这栋楼里。这时401的妹妹又发来消息，抱歉啊，小姐姐，刚刚我在涂指甲油，没法拿手机，是我男朋友回的消息。这次有标点符号，有表情包，还没等我回复，他又继续发，小姐姐，你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？好吓人，还好我们小区有物业的人上门检查门窗。对了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小区换了新物业，1楼的王叔就是物业队长。原来是1楼的王叔，那他不出单元楼就很正常了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回复谢谢你啊，太晚了，快睡觉吧。群里最后一条消息是王叔早上发的，他早上8点的时候在群里发了今日天气预报，他温馨提示晚上会有雷雨，让我们记得收楼顶的衣服。鬼使神差，我点开王叔头像，申请加他好友，没想到他居然秒通过。你好王叔，我是楼上的邻居，我想问下今天晚上物业组织上门检查了吗？王叔也很快回复，对的，物业临时组织上门检查，你现在在家吧？那你有去过401吗？我帮他拿了快递，可现在又联系不上他，那他没在家吧？我刚刚敲门也没开，你现在是不是在家？我这会儿就上来。收到这条消息，我的手机差点掉到地上。王叔怎么说401不在家？可401明明说王叔已经去过他家了，一个说去过，一个说没去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见我没有回，他又继续发，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他似乎已经盯上我了。你是住在501吧？你在不在家？见我没回，王叔急急忙忙弹了我2个视频，我没有接受。印象里王叔是个有些慢性子的人，可从他刚才的字里行间里，无不透露着一股急切和压迫感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直接回复对不起王叔，我今天不在家。消息发出去后，王叔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总感觉王叔有些不对劲，但我也说不上来。我目前能做的就是提醒邻居们小心那个杀人犯。我在群里发了一个红包。这栋楼里1楼只住了王叔一家，2楼没住人。301是位养狗的小姐姐，担心扰民，每晚出去遛狗。401是刚念大2的妹妹和她男朋友。402是个热心肠的男子，叫小赵。5楼就是我和对面那个比较宅的男子。6楼未住人。眼看红包已经发出去5分钟了，一个领红包的人都没有，我有些焦急，看了眼时间，马上11点半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业主群里的几个邻居都加了一遍好友，可都没有回应。301的小姐姐这个点应该要遛狗回来了吧？我焦虑地站在窗户边往外望，天空突然划过一道闪电，紧接着响起轰隆隆的雷声，随后豆大的雨滴开始砸落下来。或许301看到了天气预报，所以今晚没有下去遛狗，他很有可能已经睡觉了。我松了口气。下一秒，我的微信响了，又是502发来的好友邀请。你好，我就是想问问，你觉得今晚是不是有点不对劲？他的话让我瞌睡彻底没了，汗毛直立。502，他也发现了异常，我赶紧通过了他的好友请求，然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。你今晚有听到3楼的狗叫吗？对哦，我才想起来，301的小狗生性活泼，所以经常半夜听到狗的叫声，这么大的雷声它肯定会狂叫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今晚确实没听到它的声音，会不会是睡着了？刚才那么大雷和闪电，狗的耳朵很灵敏的，那雷声早该把它吵醒了。所以你是什么意思？他那边显示消息正在输入，许久发过来一句，可能就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听他这么说，我汗毛直立。我想的那个意思，3楼的狗狗它，难道我们这栋楼真的进杀人犯了？又是一道闪电划过，接着是一阵巨大的雷声。雷声过后，紧闭着的窗户中隐约传来2声狗叫，看来又是虚惊一场。我擦了把额头的冷汗。你听，3楼的狗叫了，可能是最开始的雷，没把它吵醒。这会儿它醒了，听到了，但你还是小心一点。我总觉得今晚不对劲，你检查好门窗关好没？我再观察下，有事跟你联系。好，我回复他。我瞅了眼门口，门是关好了，但还可以更结实一些。我悄悄把桌子挪到门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细微的呻吟声，有人在我门口。救命！我赶忙透过猫眼看去，可门外一片漆黑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我吓得赶紧给502发消息，我家门口有个人，可我看不见，你家那个位置能帮我看看吗？我吓坏了，打字的手都在颤抖。过了许久，他回我了，确实有一个人趴在你门下，他手上还拿着刀。我从我家猫眼看对面502，除了一团漆黑和一点绿光外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楼道里这么黑，他怎么会看得如此清晰？是王叔吗？没看清楚，我马上报警。你躲进卧室不要出来，把房间门反锁好。
我按502的提示刚往后迈了一步，门口突然响起猛烈的砸门声，每一次大力的敲打都像是砸在我心上，我的心咚咚直跳。他到底是谁？我怀疑有杀人犯混入了我们这栋楼，而他此刻正在疯狂砸我家的门。楼道的声控灯伴随着砸门声也亮了起来，可我不敢往外看。就在这时，402的小伙通过了我的好友申请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激动的手都在颤抖。终于有人回复我了，便赶忙将今晚的情况大致跟他说了一下，让他别出门，小心一点。402的小赵年纪不大，25、6的样子，平时会晨跑和健身，是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。这下即使是敌人在暗，我们在明，胜算也大了些。我还告诉他，在我门口的人可能是王叔，我让他千万别出门，只要不出门，等警察来，我们就没事了。可402却慢悠悠回复我一条：什么王叔？他刚刚不是还来我家检查门窗吗？我上来看看。502说门口那人手上是有刀的呀。我怕402上来受到伤害，连忙阻止：哥，别上来，他有刀，你去看看新闻，今晚麻集市发生凶杀案了，凶手到现在还没抓到，很有可能就是门口那人啊。那有点刺激，这不是行走的一等功吗？你放心妹子，我练过的，他有刀，我也有啊，我还正当防卫呢。你别怕，你刚刚不是说502也在家吗？你让他帮我吸引一下注意，我绝对能制服他。平时只觉得402的小赵是个精神小伙，没想到脑子确实挺神经。这种时候，他居然想着上来单挑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脑回路不太正常的人？你别上来添乱了哥，他现在的目标是我呢，你就在家待着，你别等会儿把自己给搭进去了。可那边再也没了回应，这小子不会已经收拾东西上来了吧？我赶紧将这件事告诉502，502同我一样，气得连发3个问号。门口的砸门声还在继续，知道有人要上来后，我好像也没那么害怕了，便大着胆子往猫眼方向看去，可没想到竟然不是王叔。门外的人头发凌乱，浑身上下都是血，他是楼下401妹妹的男朋友小兵，他的手上确实拿着一把刀，通红的眼睛一直瞪着我家门的方向，楼道里的灯随着他的动作忽明忽暗，画面看起来很是诡异。在我印象中，小兵是个斯文的男生，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？他身上的那些血是楼下妹妹的吗？难道他就是那个杀人狂？那之前说要上来找我的王叔又去了哪里？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电梯叮的一声停在了5楼。402的大哥不会神经到直接坐电梯上来的吧？门口的砸门声猛地停了下来，我再次透过猫眼看去，只见小兵慢慢靠近了电梯，电梯门缓缓打开，里面却一个人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小兵背后突然窜出一个人影，猛地一脚踢向浑身是血的小兵，两个人迅速扭打在一起。原本说好帮忙的502迟迟没有开门，我担心402会有危险，慌乱地拨打了报警电话，问帽子叔叔为什么还没有来。不好意思女士，之前我们并没有接到麻吉小区的报警电话。502并没有报警，他为什么要说谎？等等，我猛然想起小兵敲我门的眼神，他的眼神不是暴怒，不是杀红了眼，似乎是害怕。他在害怕什么？我看到他们扭打后被扔在了一边的东西，是那把刀。我看得并不清晰，可502究竟是怎么在一片漆黑中看到小兵手里拿着这把小刀的？就在这时，楼梯间闪过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502。他不是在家里吗？瞬间，整件事变得清晰起来。王叔半夜收到消息说麻吉市发生恶性杀人案，凶手没抓到，所以接到通知要连夜检查小区内业主的门窗。他是从楼下往楼上开始检查的。最开始他确实检查过301、401、402，然后来到了我家，因为我在洗澡，加上心理恐惧，就没有给他开门。于是他去了502。进入502后，王叔意外地发现对方就是杀人狂，所以被残忍杀害。而后走出来的那个人其实是换上安保衣服的502，他直接去了401。小兵也是在慌乱之中逃到了我门口。我猛地冲出房门，大喊道：我们都被骗了，502才是凶手。声音一出，在他们都愣在原地的片刻，我趁机将手中的辣椒水直接喷向了502。就在502看不清的时候，402和小兵也缓过神来，跑上前将502制服。没过多久，帽子叔叔就赶了过来。看到帽子叔叔，想到这一晚的惊心动魄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如果半夜有人敲门问你借东西，又声称是你的邻居，你会开门吗？我最近刚租了一套房子，虽然是个老小区，但是社区治安还算可以，我便安心住了下来。可刚住下没2天，夜里的一次停电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大概夜里11点钟，刚准备入睡的我被敲门声惊醒，我想打开床头灯，却发现竟然停电了。我皱了皱眉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我不耐烦地回道：谁呀？阿姨你好，我是住在对门的珊珊，请问你家有蜡烛吗？听着询问声，好像是一个小姑娘的声音，但我透过猫眼望去，楼道也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清楚。阿姨，你家有蜡烛吗？
见我没回复，门外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我暗道糟糕，这才刚来就找我借东西，那以后岂不是没完没了了？我一直有点社恐，跟不熟悉的人，哪怕是小孩子都不想有过多的交集，索性我冷冷地回复了句没有。可门外的人似乎并没有听出我的冷淡，突然笑了起来，话中还带了一丝得意。阿姨，我就知道你家没有，妈妈怕你害怕，让我给你送蜡烛来了。他的一番话倒是让我感到了一丝愧疚。映着手机的灯光，我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猛然间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因为手机刚好停留在了 WiFi 的连接页面，我发现很多 WiFi 设备的名称依然挂着。这是不是意味着，并不是整栋楼停电，而是只有我家停电了？想到这，我不禁背后一凉，门外的敲门声还在继续。阿姨，你开个门吧，我把蜡烛给你。此刻，门外的声音好似催命般的响起，我死死咬住嘴唇，看了眼房门已经反锁后，便再没给他任何回应。直到第二天家里依然没有电，我联系了物业才知道，原来真的是我家的电闸被人动过，而且这栋楼根本没有一个叫珊珊的小女孩，这不禁让我一阵后怕。我正被困在地铁里，眼睁睁看着肮脏的雨水从舱门渗进来，耳边充斥着绝望的尖叫声，水势蔓延的比想象中要快，而我眼中满是惊恐。公司小群里又活跃了起来。哎，你们听说今天会有大雨吗？啊，真的吗？我没带伞 ，SB 老板晚上不会又要我们临时开会吧？好想早点回家。加一。同事们纷纷应和。我抬头看了看外面阴沉沉的天气，总觉得心里有一丝沉甸甸的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窗外突然下起了暴雨。这雨应该不会下很久吧？暴雨吗？应该很快就停了也好，至少不会那么热了。群里又开始一阵吐槽，由于台风天气，今日批准提前下班，请各位同仁注意出行安全，是行政发来的信息。他居然还贴心的艾特了所有人，我们全都喜出望外。办公室里传来一阵欢呼，然而事情比预想的复杂。我和同事从办公室出来时，才知道电梯已经停运了，于是我们只能走步梯下楼。当我们来到门口时，才发现门外的积水已经到膝盖了。怎么办？我们硬着头皮过去吧。身旁的男同事说着，便一脚踏了进去。我望着眼前的积水，将一只脚踏了进去，一阵冰凉的触感袭来。我皱了皱眉，还是把脚缩了回来，因为我今天穿的是短裤，浑浊的积水不免让我有些害怕。最终我放弃了，选择暂时留在大楼里，静观其变，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这场暴雨快点过去。然而我独自等待了1个多小时，也没能如愿，暴雨仍在继续。我回头看了看漆黑的大楼，整栋大楼现在已经断电了，要我一个人在大楼里面待着，想想都害怕。于是我别无选择，只能硬着头皮一脚踏进了淹没小腿的雨水中，艰难地往地铁站走着。我小心翼翼的，生怕一脚踩空，直到看到了地铁站的指示灯，这才终于松了口气。因为地铁站还在正常运行，就在地铁进站的那一刻，我把它当做了希望的列车。随着地铁门关闭，我的心也跟着放松下来。车内的人并不多，大家都浑身湿漉漉的，拿着雨伞，低头还在刷着手机。我随即找到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。然而就在前往下一站的途中，地铁忽然间停了下来，不久车厢里便响起了广播：尊敬的乘客，车体出现轻微故障，正在排查，请各位乘客不要惊慌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听到一声惊呼：我操，车厢里怎么进水了？顺着声音来源看去，我就看到有细小的水流正通过地铁渗进车厢，还好水量不太大，但我的心里依然很慌。怎么办？我看着大家慌张的神色，默契地远离了车厢口，眼睛却死死盯着渗水的车厢。没过不久，地铁站的工作人员便从外部打开车门，开始进行疏散工作。此时水已经没到了大腿根，我跟随着人流有序撤离，周围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我满心以为只要跟着工作人员就能找到出路，可下一瞬间，巨大的共振声从前方传来，刚走没多远，我们却被告知需要原路返回，前面通道的水已经都淹了过来。没办法，哪怕现在大家都挺绝望，但我们也只能返回车厢。可是现在车厢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，等我们全员上车后，车厢积水已经到腰部了。不仅如此，水势的蔓延还在继续，越来越多的雨水渗进车厢，小孩子早已被自己的家长抱了起来。我听到车厢里传来了此起彼伏的哭声，我们都已经站在了椅子上，可却没什么作用。我面色发白，止不住的颤抖，从没想过自己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。再这样下去，所有人都会溺水的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惊呼：啊！有人晕倒了！我正被困在地铁里，眼睁睁看着肮脏的雨水从舱门渗进来，耳边充斥着绝望的尖叫声，水势蔓延的比想象中还要快。啊！有人晕倒了！顺着声音看去，一个瘦小的女孩正艰难地拽着身旁的老人，尽她所能地把老人的口鼻露出水面。旁边人见状，赶忙也游了过去。
水依旧在蔓延。当水漫到胸口时，大家都开始慌了。此刻我终于意识到，原来最恐怖的不是水慢慢高涨的那种无力感，而是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少，好多人都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。突然，耳边传来一阵呼喊声：“快砸窗！”话音刚落，周围纷纷出声：“不能砸呀！你一砸，窗外的水灌进来，情况会更糟的。”可是不砸的话，大家都活不下来。说着，扑通一声，有人就潜入了水下，似乎想把椅子下的灭火器拿上来。可是他前前后后往水底试了几次，都没能成功。着急之下，只看到他拿着一把雨伞疯狂地砸着窗户。可雨伞又怎么能把窗户砸坏呢？眼见着他体力不支，脸冲着车顶，只露出嘴巴和鼻子呼气。旁边的一个高个子大哥一直用手帮他顶住头，不让他头沉到水里面。这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很绝望了，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都是那种大口大口的喘气声，很多人都已经因为缺氧迷迷糊糊了，就靠着最后一点求生的信念在撑着。这时候我听到有人在打电话，好像在跟家里人交代自己的银行卡号，这在我听来就像是遗言。受到他的感染，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手机，于是我心想是不是应该也打个电话，可一时之间我不知道该打给谁。我捏紧手机，感觉眼前浮现了很多往事，此刻有太多的话都说不出口。最终我给妈妈发去了一条信息：妈妈，我好像快不行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只有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仿佛承载了我所有的情绪。眼看着信息发出去的那一刻，我如释重负，在心里松了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不再去看手机，努力地调整着呼吸的节奏。可是头晕恶心的感觉还是逐步侵袭着我的神经。手机的铃声让我清醒了片刻，是妈妈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传来了妈妈哽咽的声音：小爱，闺女，消防队已经在想办法了，你要坚持住哦，你要坚持住。可现在的我已经很虚弱了，几乎无法呼吸。一阵砸窗户的声音响起，车厢外面突然出现了一束光亮，是救援队，救援队来了！只见外面的救援人员击打着车窗，一声声的充满希望。玻璃裂出了一个窟窿，氧气涌了进来。有人把缺氧的人先拖到窗口，让他们能吸上空气。接着，越来越多的车窗被攻破，外面的空气涌入车内。我感受到自己的意识正在逐渐回归，生命的气息正在重新燃起，水位慢慢下降。车厢里仿佛有一股暖流在传递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相互鼓励。大家都别慌，把晕倒的人先转移。有人开始主动帮忙疏散，注意搀扶好老人和孕妇。随着人群中的一声声建议，大家很自觉地让开一条道，救援人员搀扶着老人逐步离开。接着又有人喊：接下来让女人先走吧。此时车厢里的所有的男士都站在了两侧，我自然是跟在了女人的队伍里，可我还是有些头晕，走起路来昏昏沉沉的。而这时旁边不管男生女生都会说一句：你靠着我就可以。当我终于从那犹如地狱一般的车厢中逃出来时，我甚至有些恍惚，站在原地驻足了很久。身旁被搀扶着的人们个个脸色苍白，但却面带微笑。但是我也看到有人躺在担架上，我知道那是没能坚持到最后的人。是啊，有那么一瞬，我也距离死亡那么近。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睡得迷迷糊糊时，我被短信提示音吵醒，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：亲爱的，你睡了吗？我订了你最爱吃的猪脚面。我翘了翘嘴角，随后又瘪了下去。猪脚面的确是我的最爱，可这个发消息的人是谁？发错了，我回了一句，蒙头继续睡觉。我刚要睡着，敲门声突然响起，我有些抓狂。谁呀？我烦躁地应了一声：外卖。先放门口吧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外面的人应了一声，接着没了动静。我跳下床走到门口，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，我根本没订餐，哪里来的外卖？紧张的气氛瞬间被拉满，我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蹑手蹑脚地透过猫眼看向外面，走廊里空荡荡的，并没有人。我迅速把外卖袋拿了进去，猪脚面还是我最爱吃的那家，不会是刚才发消息的人订的吧？正疑惑间，面好吃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家地址？我皱紧眉头，思索着是不是哪个朋友无聊的恶作剧。电话却突然响起，盯着手机半晌，我还是接起了电话。佳佳，原谅我吧，我是爱你的。一个充满磁性的男声响起，我张大了嘴巴，他居然还知道我的名字。哎，你肯定是找错人了，别再找我了。我很是反感的解释。别闹脾气了好吗？这人神经病吧？如果你是恶作剧的话，请适可而止。你这已经是骚扰了，你再打电话我就报警了。挂断电话，我直接就将号码拉黑。次日早上，手机再度响起，我不耐烦地接起了电话。唐女士，你的鲜花麻烦签收一下。跑腿小哥机械地说：怎么会有人送花？难道又是昨晚的那个人？
懵逼的我起床打开了门，看到跑腿小哥手里的花，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红色的包装纸下，一大束黄白相间的菊花，颜色的反差让这束花显得很诡异。哎呀，谁这么缺德呀？旁边正在扫地的刘阿姨说了一句，我怀里的花就像炸弹，被我直接抖落在地上。这时电话再次响起，又是陌生号码，我气愤地接起电话。喂，唐佳佳，你是不是唐佳佳？女人愤怒的声音响起，我愣了2秒，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蹙起眉头犹豫地问道：“你是？”唐佳佳，你这个狐狸精！女人爆了粗口：“你有病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”我被她气得够呛。母胎单身24年的我，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：“你少在这给我装像了！那个渣男又是给你订饭，又是打电话，你真是不要脸！”电话那头，女人的火气很旺。听了她的描述，我豁然开朗，原来她和昨晚上那个人是一家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认识他，你们再骚扰我，真的会报警！臭不要脸的东西，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咬牙切齿地挂断了电话，从来没被人这么劈头盖脸的骂过。我脸色涨红，气得眼泪都泛了出来。你是不是得罪谁了？刘阿姨递过来一张纸，哎，别哭了，我帮你把这花扔掉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有些害怕，随后又安慰自己，倒霉是不会都让我碰上的。谁知次日一早，我刚走到单元门口，一个凶悍的中年妇女从角落里窜出来，用力抓住我的胳膊，大声地吼着：“你这个小三儿，终于让我逮到了！”我从没想过单身24年的我，竟然被人指着鼻子骂小三。我挣扎着摆脱女人的束缚，狠狠地瞪着她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少在这里信口开河。中年妇女一脸鄙夷：“现在的小三真猖狂啊，提上裤子就想不认账啊！”她的声音很大，立即引来众人围观。你认错人了！我涨红了脸说。女人根本不听我解释，钳着我用力往外拖。我急忙呼救，却没有人愿意帮忙。大姐，把你男人喊出来，我们对视一下。我决定反向自救。女人愣了一下，猛地停住脚步。我顺势挣脱她的束缚，和她拉开距离。周围有人窃窃私语，怀疑可能是女人认错了人。听到有人向着我说话，我暗暗松了一口气。女人甩了甩头，冲着人群里吼了一嗓子：“赶紧滚过来，别做缩头乌龟！”顺着女人视线的方向看过去，一个缩头缩尾的男人从人群中走出来。我看着他，迅速进行了人脸搜索，确定根本不认识他。男人看了我一眼，窝囊地说：“老婆，别闹了，我……”男人的声音我莫名觉得熟悉。女人暴喝一嗓子：“你出轨的时候想过我会闹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他！”我气得浑身颤抖，大声辩驳：“佳佳，咱们的事儿他都知道了。”男人急得直跺脚，貌似小声提醒我。听他喊我名字，猛地反应过来，这几天给我打骚扰电话的就是他。你们是一伙的！我怒怒切齿，声音嘶哑地说：“不要相信他们，他们是骗子！”可惜我的话没能激起一点水花，人们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看热闹似的在一旁举着手机，鄙夷、唾弃、不屑。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我再次呼救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突然，刘阿姨冲出来拦在路中央。哎，你说他是你的小三，那你能说出他的具体情况吗？刘阿姨怒视男人，问了他一大堆问题。男人被问得有些慌神，根本答不上来。女人骂刘阿姨多管闲事。我已经报警了啊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刘阿姨挺着胸膛说：“听说警察要来。”两个人对视一眼，松开了我。你给我等着！女人叫嚣着慌乱离开，直到他们消失不见，我才松了一口气，整个人瘫软在地。刘阿姨扶着我：“别害怕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听着她温柔的语气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今天多亏了她帮我摆脱困境，否则我早就被这骗子拐跑了。刘阿姨帮我送回了家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都过去了。”然后递了一张纸巾给我。一股特殊的香味袭来，突然眼前天昏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刘阿姨诡谲地看着我笑，眼里的寒光阴暗逼人。我一脸震惊，不甘地闭上了眼。你们回来吧，搞定了。猛地睁开眼睛，我怎么又回到这里了？我看着女人连拉带扯的把我往小区门口拖，男人跟在身后，眼里闪烁着得逞的光芒。如果按照刚刚的剧情，我的呼救只会引来刘阿姨，然后陷入更危险的境地。我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被带走。我心一横，将男人旁边彪形大汉的手机夺了下来，用力的摔在地上，狠狠的用脚去踩。叫你拍，我叫你拍！这一切发生的太快，彪形大汉根本来不及阻止，等几个人反应过来时，手机已经粉身碎骨。你赔我手机！彪形大汉冲过来要拉扯我，我眼疾手快躲在男人身后。彪形大汉薅住男人的脖颈，狠狠地说：“不赔我手机，今天谁也别想离开，让警察管管。”听着悦耳的警笛声，我终于安心下来，颤抖着不停地对着彪形大汉道谢。